听了安娜的分析，其实也没这么糟啊。大家打起精神来，不要要死不活。啊，我真的不要活了啦！我一定要再买2手臂了，不然今天晚上一定会失眠。好了，不管怎么样，大家回家小心啊！拜拜。明天见啦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小青。大家都还好吗？不好。不是说一切都不会变吗？为什么公司都还没卖出去，我就觉得什么都变了。拉菲兹要出售的消息，是你放出去的？对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从进公司的第一天就对我很严厉，但我谢谢你，因为你的严厉是为了让我赶快学会怎么当一个好主管。我现在知道了，当一个好主管就是要保护员工。对不起，我选择跟我的同事站在一起，就是我保护他们的方式。就算消息走漏，也不会影响这项交易。巴菲兹还是要卖。公司要不要卖不是我能决定的，我能决定的是要不要让员工提早知道这件事。他们为公司卖命这么多年，如果还被蒙在鼓里，最后一个才知情，真的太伤人。你知道查理的妈妈一直叫他换工作吗？但是查理却说，薪水少一点没关系，他想要继续留在拉菲兹，因为在公司他做得很快乐。你知道米宝如果没有留下来，在3个月内没有找到新工作，就付不出就学贷款了吗？我说了，员工的权益都会受到最完整的保障，所有人都可以留在原本的职位，一切都不会有变。变了，真的变了。我们原本都很信任你，但是你却背叛大家的信任。我们本来都相信你可以把拉菲兹经营得比以前更好，却没想到你进公司的第一天就打算把它卖掉。我们拼死拼活，熬夜想企划，拼业绩拍行路，每天累得跟狗一样。结果呢？我们爆肝做了这么多，最后却只沦为你抬价售出拉菲兹的工具。我们只是你手中的棋子，却从来都不在你的未来规划里。我说了，当初进拉菲兹，就是为了要卖掉它。我只是照着我的原定计划完成我的阶段性任务，我有什么错？那我们员工又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要跟着公司一起被卖掉？我们每天朝夕相处，难道你对同事一点感情都没有吗？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，你都不会舍不得吗？我们是你的 partner。如果我这么感情用事，我就不会是今天的洛城。
知道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不是你卖公司，而是我发现绕了一圈，面对这件事情，你还是选择跟以前一样冷血。而不管我多努力，好像都没有办法改变你。即使是一点点，也没办法。你一直做这样的工作，不累不烦吗？把所有人当成棋子，你快乐吗？莉莉安卖三明治，知心姐设计衣服，徐子俊拍照，你呢？你除了创造业绩，还创造了什么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对，我就是这种人。很抱歉，让你失望了。可是我也要提醒你，是你自以为我是好人。为什么我没有符合你期望中的模样？你需要反过来指责我？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变过，以前不会，现在不会，未来也不会，这样你懂了吗？苏小晴，记得你说爱我，快乐没有尽头，没想过爱能多久，以为有很多以后，你最温柔的双手，曾为我拭去眼泪，却放开我。喂，妈，上次药厂那个工作什么时候面试啊？对了，我会去。老板，2只鸡腿。哎，算了，1只就好。哎，大只。你再给我一个杏鲍菇。喂，哦妈，哎，新闻都是乱写的，现在编剧全部都失业跑去当记者了，乱写一通。公司状况很好，你放心。哎，我今天还是有打包一些宵夜回去哦，你等我，我等一下到家了啊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我妈一直叫我回家相亲，我每次都给她装死。唉，我看这次哦，真的得回家一趟。如果有跟子俊一样帅的，记得 pass 给我。拜托，乡下地方怎么可能有帅哥？ OK fine。现在是要站南北是不是？唉，我看我还是上联谊版发文征友好了。800年没桃花了，来的都是茶花。还是你们女生好，没工作找个有钱人嫁了就算了，男人就是命苦。那今晚想转啊？站完南北要站男女了是不是？我告诉你哦，现在2比1，你没胜算哦。等一下，小心回来，最好好好跟他道歉，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我知道我昨天太凶残了，可是什么？可是我还没有做好道歉的心理准备嘛。道歉需要心理准备。哎，小青，你回来啦？哎，小青，快去道歉，展现你的绅士品格，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要不要吃？
在生气哦？我哪有资格生气啊？不过你说的对，身为主管，本来就应该要保护员工。如果你没有推我一把，我可能也没有勇气这么说。拉菲制药卖的消息，是你放出去的？洛城要生气吗？我累了，我要去睡了，晚安。苏小青，对不起。万总，你回台湾了？就是回来了。不是说要休息1个月？你要跳槽？如果说我说要退休，你相信吗？你的事业心那么重，舍得这么早退休？之前我也以为我会舍不得，但是去了欧洲一趟，才发现没有什么是放不下的。我找回了最珍贵的家人，才发现不管是爱情还是亲情，都是需要去经营的，而且是用一辈子来经营。合约还没签吧？还来得及回头，踩刹车吧。这件事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。我知道，来之前我已经跟董事长联系过了，也很清楚乐言为什么会这么做。我不觉得他有错，可是你就不同了。我怎么样？你明明还有其他选择的。这么聪明的洛成凯，怎么会没有想到呢？什么意思？你来拉菲兹的这段日子，有什么感觉？刚进来的时候，真的觉得
这就是一群三流的杂牌军。老板一天到晚就推我去挡箭，下属根本就不把我当上司。这个组长我不当总可以了吧？到底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发了声明稿。你发声明稿了？用字遣词灭不了火就算了，还一直火上浇油，这也能够叫做公关稿？这就是你们危机处理的 SOP。所以执行长认为问题都出在我身上？难道营销部没有一点责任？每一个设计师的衣服，我们销售方式都一样。你今天卖出300，你怎么不好好检讨你自己？这个锅我们营销部不背。你们都觉得事不关己，最终的成败与你们无关。这个世界不会只围绕着一个人打转，单靠个人完成的工作，绝对不是最好的方案。但是随着时间，大家都进化，尤其是苏小青，已经完全可以独当一面，甚至跟我抗衡。进化的不止他，还有你。你也在自己没有察觉的时候，成为拉菲兹真正的执行长。如果是以前的你，不会在转售的时候这么在意员工权益。你改变了他们，他们也在不知不觉间改变了你。之前我还不服气，但是现在我认为，拉菲兹执行长这个位子非你莫属，没有人比你更合适。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，我居然可以从你的嘴里听到这句话。这对我是最大的肯定，真的，老板。哇，好久没有听到你这么叫我了。我知道为了董事长，乐言卖掉拉菲兹是必须的，但是我不明白，为什么买下的人不能是你？我认为现在的你，会是拉菲兹最完美的新主人。陈静，还疼不疼啊？痛死了，下次不可以。我也没有下一间公司让你卖了。那你是原谅罢喽？那你原谅我没？说什么话呢？父女哪有隔夜仇啊？哎，只是拉菲兹啊，是我这一生的心血，要放下，谈何容易啊！爸，努力过的痕迹是不会消失的。就算换人经营维基百科，创办人的名字永远是你的啊。就像说到苹果，大家永远会记得是 Steve Jobs 一样。我想我还是需要一点时间。不过，昨天我跟你妈聊了一整夜，她认为你说的对。这些年来，我们冷落了你，也忽略了我们自己。我一直到昨天才知道，其实你妈她年轻的时候啊，很迷法国电影，一直很想学法国话。哎，所以我想，隔几天呢，我就带她去看间学校啊，然后两个人一起到法国去住一阵子。真的吗？太好了。
Hey Jackson。哦，可以啊。好 ，See you， 拜。怎么了？刚刚买方打电话来说，他明天临时有工作要出国，所以提早今天签约。你去吧。爸，谢谢你，永远支持我的决定，爱你哦。美云，赶快帮我算一下，我名下的总资产，如果想要买下拉菲兹，还差多少？你要买下拉菲兹啊？对，赶快帮我算一下，如果我名下的存款、不动产、股票全部卖了，还差多少？好，知道了，等我电话。我跟乐言聊过了，也懂他的孝心，就随他去吧。乐言还跟我说，等公司卖了之后，他会找时间带我跟他妈到非洲旅游呢。你们和好了？那太好了。既然这样，有件事我也想跟董事长商量一下。说。既然拉菲兹都要卖，可不可以考虑卖给我？你想买拉菲兹？嗯。喂，美云，怎么了 ？Jackson 要出国，所以提早跟乐言签约，拉菲兹已经卖出去了。我已经知道了。辛苦了。小新，我要煮宵夜，你要不要吃？不用了。怎么了？原来是这样哦，难怪人这么忧郁。执行长知道是我把万总扣回来，又把卖公司的消息放出去，可是我感觉出来他很失望。但是他之前偷偷卖掉公司的事情，你也很失望啊。你们两个现在都丑一，各发一张黄牌，这样就和局扯平啦。这种事情哪有扯平的？啊，不然嘞，那我们想要分手。哎呦，对发票。对发票，对发票。哦，最近很缺钱哦。哎，先说好中奖3个人平分哦，不要到时候在那边靠腰说多多是谁买的，御饭团是谁买的。还敢讲？这回暗扛啊，不就你？来，投名状签下去。签啊！哎，苏小新干嘛不敢签啊？签。中。个十百千万，97600，谁这么偷得自己承认啊？王子仁是你对不对？你是想被我剁手指是不是啊？我哪那么开啊？拉菲兹？谁在拉菲兹买97600的衣服啊？这是送我的吗？哎，你算是小数点对不对？对，应该是976吧。我搭不起了。当我好骗你？5月份，不就母亲节档期吗？还在刘阿姨的店。
你喷那么多钱，怎么都没看穿？哦，怕被我发现，所以衣服藏好藏满，不敢穿哦。莉莉安，我真的很感动。哎，不是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吧？哎呦，不用骗了啦！哎，你真的很够意思哎！衣服藏在哪？你房间对不对？我去看，去看。不是啦，真的不是我啦，小青。卖 gay 哦，再装都不像。哎，真的不是啦。不是。那是谁？你们在干嘛？事情不要扛了啦！让是我太啊！没想到这样他也看得懂哎。里面神经失调啊！有话就说，我又不会传音入密。什么鬼啊？完全不懂。这什么？我才问你这什么？那两个大嘴巴专门负责爆雷，是我严刑逼供，他们才说的。你干嘛花这么多钱啊？当初还泼我冷水，说我是小鸟脑袋，还说什么实体店面只是延后2个礼拜收而已，有差吗？结果背地里偷偷帮我冲业绩，你干嘛啊？面恶心善，还装反派哦？什么面恶啊？你会不会聊天啊？不要冷笑为转移话题。你知不知道我这样子很内疚？那所以知道子俊哥儿的好了吧？啊，以后身道对我好一点哦。我本来就对你还不错啊。你想吃宵夜吗？盐酥鸡、盐水鸡还是香香鸡？我去买。子俊哥儿，你今天尽管使唤我，没问题。修图修了一整天，是没什么胃口啊。但，哎呀，就是有点腰酸背痛，脖子有点紧哦。我腰酸背痛是不是？交给我，交给我。取蛋，这样力道怎么样？要加强吗？切，瘙痒是不是啊？啊？那我大力一点。这样子 OK 吗？好了，健身收工。瘦的跟牙线一样，不知道人还以为我虐待童工了。来，过来这个。怎么啦？我帮你忙呢，并不是为了要让你感到内疚，所以出了这个房间之后，就忘掉这件事情 ，OK？ 苏小晴，我并不是为了让你报答我，所以才这么做的，不然我也不会让王子仁跟丽亮帮我保密啊。你只要记得，谁是真正对你好的人，这样就够了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子俊哥儿对我最好。好啦，晚了，赶快睡觉吧。哎，还有啊，出去之后叫外面那2个罚跪的起来，他们也是被我威胁要灭口才被拖下水道。今天子俊哥儿说的算。走了，晚安。我想各位应该很清楚，今天把大家集合起来，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消息要跟各位宣布。拉菲兹
已经正式易主，转卖给 MJ 集团。等交接的程序结束，我就会离开拉菲兹。很庆幸有机会能跟各位优秀的同仁一起共事，我永远都不会忘了这段日子。少在那边假惺惺了。如果你真的会舍不得的话，那为什么会选择瞒着大家把公司卖掉呢？你难道不知道卖掉公司等同于出卖里面的所有员工吗？我很抱歉，我不接受。我天生对矫情过敏，那请另讲。很遗憾，我们的缘分就到此为止。如果未来有一天在街上遇到我，可以大方的跟我说声嗨。当然，如果你们要装作不认识我，我也可以理解。陈凯，出事了！什么事？我刚听说 Jackson 把拉菲兹转卖给 Candy Group 了。先散会吧。MJ 买了拉菲兹，又马上转卖，为什么？到底怎么回事？还在了解情况。我打了好几通电话给 Jackson， 但是他都没接耶。继续打，一有消息立刻通知我。MJ 集团为什么要把拉菲兹转卖给 Candy Group？K&D 一直都是拉菲兹主要的竞争对手，他们一直想要收购拉菲兹。我现在觉得担心的是，这整件事也许都是预谋好的。什么意思？我不懂。如果 Jackson 买下拉菲兹不是偶然，而是必然，合约里签订的那些保障员工权益的附加条件，恐怕成为空头支票。怎么会这样？我越想越觉得不对，整件事都很奇怪，说不定连签约时间提前，也都是他的计划之一。希望是我多心了，你再试着联络 Jackson。您拨的电话未开。关机了。KMD 干嘛大手笔跟 MJ 集团收购拉菲兹啊？他们这2年的营业额明明就海放我们啊！哎，说你菜逼吧就是菜逼吧，让我这个经理来告诉你为什么没有办法吃掉更多的市占率，那就换个方式，直接吃掉你的竞争对手。KMD 他们一定是打这个算盘。靠，赶尽杀绝不留活口，手段也太凶残了吧！拉菲兹握有新州的合约，去年国外10大畅销品牌，新州就代理了6个。用膝盖想也知道，他们绝对是冲着这些代理权来的啊！哈，那我们以后要怎么办啊？这很稳，卖给 MJ 就算了，卖给 KND 会有什么好下场 ？KND 又不是什么人道救援组织，当然是在毁灭我们。小金姐，是真的吗？执行长不是说只是换老板，员工的权益都不会受到影响？对啊，当初执行长不是拍胸脯保证过，怎么变这样啊？看执行长刚刚的反应，他一定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。那些保证可能都不算数了，毕竟 KND 没有义务履行执行长跟 MJ 签的合约啊。怎么这样？干嘛啊？
跑第一个无缝接轨有工作的就是你啊，还装无辜？你一定是听到什么风声才跳槽，对不对？够不够意思啊？大家同事一场，你也不给我们打个 pass？ 没关系啊，反正现在在这个社会走跳，有关系就没关系了嘛，对不对？妈宝一个，嗯？我哪有听到什么风声啊？你现在还有心情酸茶理哦？人家新公司搞不好有职缺，你不赶快换一双大腿抱一下吗？嘿，查理哥，令堂今天晚上有空吃饭吗？不行，我来准备我履历。唉。若雅，你说什么？你跟 Summer 一起跳槽了？你知道离职要提前1个月申请，你怎么？喂？现在年轻人都这样吗？上次的手掌吗？好，我跟乐意马上过去。喂。OK， 我知道了。还好吗？不知道从哪里说起，这件事有点复杂。是关于你跟执行长的事吧？我都知道了。你知道？哦，也对，他跟顾总是好朋友，你知道也是正常的。我想苦恼的人一定不止你一个，因为执行长也跑来我家好几次，大半夜把赵轩拉出去。他会一直来找赵轩，我想就是跟你一样，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了。他老是说公私分明，但事实摆在眼前，我们的工作跟生活就是绑在一起，不能分开。知心姐，是我做错了吗？还记得我问过你的问题吗？人为什么这么矛盾？明知道会后悔，却还是选择那么做。记得啊。那你后悔了吗？如果重新再来一次，我还是会选择打这通电话通知万总，做最后一次的努力。那就对啦。你真的想问的，其实不是该不该打那通电话，而是接下来你们要怎么面对彼此。你说的对，因为我觉得我根本没错。身为小组长，我想尽全力保护我的同事，但身为骆成凯的女朋友，我又想要安慰他。就算他做了那些我不认同的决定，我还是很爱他。你的心情我很明白，因为当初我跟赵轩就是这样，于公于私都分不开，所以分手后，我把所有的单都抽掉了，就是想赶快跟他切割。
但是现在，我会劝你好好想清楚，多给彼此一点缓冲的时间。为什么？执行长最不想伤害的人就是你。知道是你让消息曝光，我想他的自责一定大过于愤怒，因为是他让你夹在中间，左右为难。我一直认为他一定对我很失望，但我没想过，他也许对自己更失望。如果你在乎他，就抓紧他，就像赵轩一直紧紧抓住我一样。爱情的开始只需要一点运气，但爱情的维持却需要更多的固执。Jackson， 你们想做什么？我想要请他解释一下，为什么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，就擅自把拉菲兹转售给 K&D Group？ 这是我们公司的事，应该没有必要向你们解释。若谦，在商业上，他们出了很好的价格，我没有理由拒绝。如果换作是你，也会做出一样的选择。那拉菲兹员工怎么办？我们之前不是明明说好了吗？转卖条件包含3年内不得无故开除员工。我已经把拉菲斯的意见转交给 K&D Group， 至于他们能不能接受，就不是我负责的了。K&D 发布正式新闻稿了，你没有看到吗？看来他们收购拉菲兹最主要的目的，果然是为了新洲旗下的6个品牌。啊，真的被 Melody 说中了。重点是后面，拉菲兹未来将转型成 K&D 的代工厂，至于自有品牌，将全面停产。好啦。累了吧？喝杯咖啡。现在是工作时间，这杯咖啡是特助为执行长泡的，不是苏小青为洛尘开泡的。
起，我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。我以为一切会像我想的一样，按部就班的进行。我知道这绝对不是你的本意，但是我想到同事难过的样子，我就没有办法骗自己，这件事情跟我无关。对不起，我最不想要伤害的人就是你，但你却还是受伤。我从头到尾都不想要把你卷进这件事情里，你是我最想要保护的人，可是我却偏偏搞砸了。我不怪你，我怪我自己，伤害那些一起并肩作战的同事们。伤害就是伤害，不会因为我们不是故意的，就那一笔勾销。怎么样？这茶叶还不错啊。东方美人茶，这个顺口、沉又香，这我喜欢。喜欢就好。我在想，难得今天大家都在，我想我还是赶快把那个遗产怎么样分配告诉你们，让你们知道。我也想过了。南极跟周楚跟乡下那一块地啊，只好你们3个兄弟就大家分一份。阿公，那市区那一间租给三明治店的房子，啊，那个就是留给子俊哦。这样好嘛？那也是黄金地段，子俊这么年轻，我是怕他以后游手好闲，这等于是害了他。要不然这样吧，先把房子拿去信托，其他的以后再说。不用那么麻烦啦，子俊很懂事啊，他不会一拿到房子就变成败家子了。这么多年啊，我还真不知道这个小孩心里在想什么。我是一直想对他好，但是我觉得他好像还蛮抗拒。干嘛？哎，怎么一个球？哎呀！哦，麦克，不要哭！那么小一个小孩，被打到全身都是伤。哦，他们这个亲生父母是怎么下得了手？好啦，阿公，不要再讲了。每一次讲到这里，就想哭的，这些也过去了嘛。哎，真的哦，都已经过那么多年了。你们最小的弟弟，就在那一年出那个车祸，跟你们的爸妈一起走了。过没多久，我就捡到这个小孩。
第一次见到他，我就有感觉，就好像你们的小弟又回来了。幸亏子俊一直都是很听话、很乖、很孝顺，问他什么他都说好好，要给他什么他都说不用不用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这哪有什么好啊？跟我们这么客气，这不是跟银行的客服员在跟客人讲话一样吗？阿公，我觉得你很偏心哎，你都只在乎子俊他喜欢什么、爱什么，那我们三兄弟嘞？他开玩笑啦，阿公。来喝茶，喝茶。你干嘛把我闹钟按掉？上班迟到了啦！你们公司不是卖掉了吗？公司卖掉，我又还没有离职，当然还是要上班啊！不管怎样啦，反正你们公司也撑不了多久，你不用上班的啦。就是因为感觉没有多少时间，我才更要去啊！唉，难道要在一间公司干到退休有那么难吗？想当初选工作时满脑子进的水，现在都变成悔不当初的泪水。拉菲子要变成代工厂了，大家有什么打算？我的面试过了，应该就去药厂吧。妈宝真好。你爸呢？我爸希望我先回家里的蛋糕店帮忙。靠北真好。艾莎呢？我应该先回海潮汕的老家一趟吧。我妈已经安排好一连串的相亲名单了。这次2天1夜的旋风番家行程已经排好排满。如果有长得帅的、单身、异性恋，最好父母双亡 ，perfect。帮我介绍一下。但是低标就是子俊跟执行长，不能长得比他们差。靠！说这些话前先照照镜子好不好啊？不要每天搞得好像刚出狱一样，见一个爱一个。抛弃我们大家去卖壮阳药的叛徒，你还有脸废啊？靠腰嘞，是感冒药啦。不管啦，老娘跟你割袍断义。我告诉你，我保证你以后会想念被我呛的日子。米宝，你干嘛啊？我怕以后没有机会看到查理跟 Melody 吵架，想要先录下来打卡上传当纪念。不过 Melody， 你真的想要嫁去乡下吗？我家离火车站还要再开车1个小时哦。你家该不会旁边都是田，去最近的小七还要骑30分钟的 autobike 吧？我家附近是没有小七，不过有一间干妈店啊。干妈店阿公的孙子刚好符合你的择偶标准，帅的，单身，异性恋，而且父母双亡。不然这样啊，你跟我一起回老家，我家附近有间葱油饼超好吃的。干妈店老板娘哦，听起来很拉惨哎。算了啦，不在我人生规划内，大家开开玩笑，交交朋友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张姐没有说过。医生呢？我的履历还没寄出去，不过已经有猎人头公司主动跟我联系了，我可能会过去聊一聊吧。靠，连你这种边缘理工仔都有人挖角。哎，看来还是新鲜人仔在工程师的肝比较抢手。早知道那时候不要念文组。不过新公司没有你们大家，我一点都不想过去。哎呦，干嘛啦？理工仔学人家装什么文青啊？放什么催泪弹啊？缺德哎！那个查理，以后不管壮阳药还是感冒药，记得都给我这个经理多几颗，不会跟你客气的哦。好了，如果有多的，我会记得留给你。哎呦，今天怎么变那么好说话？你就当我天气太热，
脑子烧坏了。这位是新任的执行长骆成凯。我忍气吞声不是因为我做错事，是因为我无法伤害别人来成全我自己。很好啊，那你就壮烈牺牲了。你看起来很冷酷，但其实很温柔，就像皮脆心软的容颜布朗尼。在工作上是超人，生活上是白痴。你很好强，就算被误会也不想解释，但其实心里很受伤，就像那个仙人掌。想不到第一个离开拉菲兹的，竟然是我。等一下会有人过来办仙人掌，再帮我留意一下。嗯。办公室已经清空的差不多了，有一些带不走的。找快递帮我寄回来。好。董事长已经有跟 K&D 协调过了，暂时不会裁员。如果你们有人想要换工作的，也欢迎联络我。只要我帮得上忙的，一定尽力为各位引荐。查理，新工作加油！公司都不帮我加薪，害我妈一直逼我换工作。反正都最后一天了，就老实跟你说，其实我每晚都偷偷跑到你的办公室，往你的电脑键盘吐口水。真有创意啊！跟你开玩笑的啦。艾莎，你很有能力，就是太好强了，脾气收一点，对你往后的职业会有帮助的。好啦，知道了，不枉费我之前投你票。米宝，不要再哭了，该长大了。哎，米宝，够了。下一位。张博士，能够在同一个工作岗位坚守15年，也不简单。我在拉菲兹做了15年，来来去去那么多主管，你是唯一一个让我服气的。哇塞，贾博士，你马屁可以拍到最后一刻，也算是有始有终哦。我是认真的，好不好？警长，
你总是做的比说的还要多，你的能力毋庸置疑，谢谢你，谢谢。辛苦了，执行长。老实说，真的蛮累的。最后一天我才敢告诉你。Melody， 你是我的得力助手，电商部不能没有你。谢谢你为公司的付出。谢谢这种空泛的场面话，我们就直接省略了吧。执行长，我就问一句，你有没有长得帅、单身、异性恋，刚好父母双亡，又刚好在当 CEO、CFO、CCO 的朋友？可以帮我介绍一下？人贵自知啊。不是压轴吗？为什么执行长什么都没说啊？他就省花一个啊，词穷吧？奇怪，这个洛成凯才来公司没多久的时间，怎么感觉有点舍不得的感觉？